一名苏联长官正向他的指挥官吐着苦水。他们刚刚遭遇了德军20毫米甚至37毫米反坦克炮的攻击，所有坦克都被打坏了，战士们死伤惨重。现在他们已经无法再阻止一场新的战斗了。苏联军官向转身离开的指挥官大喊：我们需要一辆真正的坦克，就算进了地狱也不会融化的那种。时间来到1年后，位于苏联哈尔科夫的坦克建造设计局真的建造出一款新型坦克 T-34， 而在1个星期之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将在莫斯科对所有坦克进行一次观摩测试。T-34 的总设计师柯世金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满意，他相信没有比 T-34 更厉害的坦克，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建造出的2台试验原型坦克 T-34 都还没有进行过实地测试。按照规定，没有参与过实地测试的坦克不能装车运输出厂，这也就意味着 T-34 坦克不能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检阅。柯世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让运那就不运了，我们直接开着去。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给 T-34 坦克的性能做全方位的实地测试，又能够不错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检阅，一举两得。但来自苏联内务人员委员会的彼得中尉却不赞同他的这个想法。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将近800公里的距离，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开着2辆绝密坦克跨越半个国家，这样的做法不仅置人民财产的安危于不顾，国家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但柯世金十分坚持，不肯退让一步。为此，他多次请示上级领导，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确实无果后，彼得中尉选择加入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但在出发之前，彼得多次强调，只要在路上有一点小小的意外，或者与计划有一点点的偏差，自己都有权利停止行动。柯世金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但在之后的行程中，彼得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工厂内负责坦克装甲的女工大美也想要随队出行，却被柯世金以条件艰苦，不适合年轻姑娘参加为由拒绝了他。随后，柯世金一行5人驾驶着2辆 T-34 坦克，弯下一辆满载补给的卡车，踏上了征途。坦克两边挂满油箱，炮口后置与油箱一起掩盖在帆布下，隐藏了本来面目。他们穿过丛林，驶过泥沼，以每天行驶100公里的距离向着莫斯科前进。路上，柯世金不停地记录着 T-34 坦克的各项性能。为了进一步检验坦克的机动能力，柯世金建议2辆坦克展开一场竞赛，双方你追我赶，卷起阵阵灰尘。彼得所在的卡车瞬间被甩出去老远，眼看2辆坦克越快，彼得坐不住了，但不管他怎么鸣笛示意，都没人愿意搭理他。无奈之下，彼得只得命令司机加大油门赶超。在彼得的速度压制下，2辆坦克才肯罢休。但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拍在卡车的后窗玻璃上，彼得吓得一哆嗦，他赶忙命令司机停车，打开车厢门。众人这才看到了大手主人的庐山真面目，是女工作人员大美。柯世金拒绝他之后，他竟然自己偷偷跑进了车厢。此刻他正抱着一罐氧气，关口阀门已经受损，上面有一块油布，这个氧气罐随时都会爆炸。大美告诉他们，这是一场蓄意伤害，凶手就是他们5个人里的其中一个。但愤怒的彼得并不想听他解释，他认为大美是在贼喊捉贼，并表示自己一定会以反革命罪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大美一听慌了，这个罪名可不是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的。就在2人争论不休的时候，砰的一声，氧气罐发生了爆炸，车厢里面的所有食物备件全部都化成了灰烬。彼得中尉决定立即返回，但柯世金告诉他，如果他们现在回去，反而失了肇事者的心意。随后2人决定将大美和卡车司机留下来，让他们找最近的电话，打电话给工厂求助。另外4人则继续前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不远处，一支德国特务小队已经盯上了他们。柯世金等人出发不久，奥地利的德军上校就收到了消息，他深知一旦让这种新型坦克出现在战场上，对德国必将是沉重的一击。为了以绝后患，他特意派出一支特工小队，试图让坦克和所有人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消失。此时，柯世金等人正停在路边休息，特工小队已经埋伏在旁边的树林里，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但就在小队队长准备发信号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群土匪将柯世金等人团团包围。他们认为这2辆坦克是拖拉机，当即决定抢回去占为己有。不得不说，能把坦克认为拖拉机的，他们的眼神也不怎么好使。就在柯世金等人决定开着坦克冲出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大美竟然被他们劫持成了人质。看来这群土匪觊觎他们不是1天2天了。为了营救同事，
柯世金等人只好钻出坦克，自愿做俘虏。就这样，一群土匪坐在坦克上，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土匪窝。众人对着眼前这个从没见过的大家伙事儿议论纷纷。好在土匪老大是见过世面的人，看到手下抢了2辆坦克回来，当即大发雷霆。他可不相信苏联军队丢了2辆坦克会无动于衷，但又不敢轻易放柯世金等人离开。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德军特务队长找到了他，并往桌上扔了2沓钞票，扬言要买下那2辆坦克。但土匪头子却想趁机大捞一笔，眼睛滴溜一转，随即告诉特务队长，他的钱只够买1辆，让他回去把剩下的钱凑齐送过来。眼见土匪头子死不松口，特务队长只能先行离开。德国人前脚刚走，土匪老大就来到关押柯世金等人的牢房，告诉他们有几个德国人要买坦克。柯世金等人十分惊讶，这次任务是绝密的，就连自己人都不知道德国人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但双方话还没说几句，成片的子弹向他们袭来，是德军特务小队在不远处山头架了2挺机枪，正疯狂地向土匪窝里的人们倾泻着子弹。为了尽快拿下坦克，德军特务队长下令将所有土匪全部消灭。眼看屋外的土匪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柯世金和瓦西里趁乱跑到坦克旁，想启动坦克反击。但这时柯世金才想起来，他们在出发前并没有携带炮弹，现在的 T-34坦克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瓦西里从角落里拿出一枚炮弹。他本来是想到庆祝的时候放一炮，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两人连忙对着坦克一顿操作，隐藏已经很久的坦克炮口也终于冲破束缚，重见天日。他们瞄准山头上的特务小队，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对面瞬间安静了下来。看着一片狼藉的土匪窝，土匪头子只感觉脑袋突突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端，他恳求柯世金等人赶紧圆润的走开。可现在坦克上面的油桶被射成了马蜂窝，里面的柴油也所剩无几。土匪头子当即将他们带到了仓库，这里有数不尽的柴油。柯世金等人也毫不客气，能装多少装多少。补充完物资之后，柯世金等人驾驶着坦克离开了土匪窝。因为耽搁了一天，他们必须昼夜不停地往莫斯科赶，只要不再冒险，他们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参加检阅的。但事情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行至半路，他们被苏联的骑兵部队拦了下来，对方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彼得中尉出来和他们沟通，亮明身份后，却发现自己的证件和外衣都在和土匪交涉的过程中遗失了，这就尴尬了。他们只能启动坦克冲了过去。而另一边，因为特工小队失败，德国军官决定派出自己的杀手锏摩托小队。深夜，这支小队骑着3轮摩托车赶了上来，他们与黑夜融为一体，杀手气质拿捏得死死的。他们其中一人爬上坦克，然后拿出一把焊枪，成功将坦克顶部的钢板烧出一个洞，而坦克里的众人对此还浑然不觉。接着，摩托车上的骑手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车顶的人拿出一个管子放进洞口，准备往里面释放毒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坦克前方突然响起警报，一盏照明灯亮了起来，2辆坦克一个急刹车，车顶上的人直接被甩了下来，后面的摩托小队也赶忙躲进树林隐蔽。一支苏军部队封锁了道路，要求柯世金等人下车投降。柯世金等人直呼完了，因为这支苏军部队不仅有军刀，还有76厘米反坦克炮。彼得迅速跑到柯世金的坦克里商量对策。就在两人决定出来投降的时候，后方坦克驾驶员瓦西里在大美的激将下直接启动坦克向侧方开去。柯世金看见两人的举动很是意外，正在他想要阻止的时候，苏联的76毫米的反坦克炮直直地向他们发射出去，并成功命中了坦克的侧翼装甲。坦克瞬间熄火，一动不动。待硝烟散去，坦克竟然再次启动，就这样离开了苏联人的视线。所有人都看傻眼了。就在这时，一枚76毫米的反坦克炮弹击中柯世金3人所在坦克的侧翼装甲。看着扬长而去的坦克，苏联长官不敢置信地询问下属：“刚用的是穿甲弹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更是有点怀疑人生了。第二天一早，柯世金看着车顶的小洞，陷入了沉思。为了避开苏军的封锁，他们决定远离公路，转向一条罕无人烟的小路上。他们穿梭在树林中，行驶在田野里，周围美好的风景尽收眼底。但他们还是遇到了麻烦，只不过这次不是人为的。木桥承受不住2辆坦克的重量，从中间直接断裂，后面的那辆坦克卡在一堆木头中间，无法动弹。如果他们穿过沼泽转回去营救这辆坦克，那就意味着要浪费一天。可莫斯科的检阅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时间不等人。
何世金只能留下彼得两人，带着大美和瓦西里先走一步。何世金三人继续前进。可天公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雨。何世金决定先停下坦克，确认一下行进路线。大美也想要出去解决一下生理问题。可就在柯世金检查完回到坦克的时候，突然被打晕在地。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双手被绑着，大美也不见了踪影。原来瓦西里早已经背叛了国家，一开始的氧气罐就是他搞的鬼。瓦西里还想说服柯世金和他一起叛变，柯世金表面假意和他周旋，私底下故意引发坦克故障。意识到自己被耍了的瓦西里十分生气，他将柯世金拉到坦克外面，拿出一把铁锤，准备送柯世金上路。生死关头，身后一把铁锹把他打晕，是大美追了上来。随后两人将瓦西里绑在树上，并给坦克做了伪装之后，开始徒步向莫斯科走去。莫斯科的检阅仪式上，斯大林在众人的陪同下从一辆坦克面前走过，可到了柯世金这边，却只有他和大美两个人狼狈地站在那里。当斯大林问他们坦克在哪里时，柯世金纠结半天，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坦克的轰隆声由远及近，两辆 T-34坦克出现在众人眼前。柯世金大喜过望，他告诉斯大林，两辆实验原型坦克 T-34独立完成了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的行程，并在所有战斗场景中都表现出色。苏联长官也开始向斯大林介绍 T-34坦克的优势。这时，两辆坦克的驾驶员也钻了出来，他们正是留守在被困坦克的两名同伴。柯世金对此十分不解，这两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原来在他们走后不久，德军的摩托小队跟了上来，彼得两人躲在坦克里不出声。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光头队长却下令将坦克从坑里拉了上来。彼得两人看准时机，成功脱膛。驾驶过程中发现坏在半路的另一辆坦克和被绑在树上的瓦西里，经过彼得追问才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随后两人将瓦西里绑好扔进坦克里，又将坏掉的坦克修好，这才加足马力赶了过来。看着眼前这一划时代的杰作，斯大林告诉身旁的下属，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坦克设计师都无法超越柯世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的装甲技术都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有人说，二战的明星兵器是坦克， T-34坦克是明星中的明星，这话不假。前苏联的 T-34重型坦克被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坦克，是火力、机动、防护三大性能综合平衡的一代名车。翻开坦克90年的发展史，从坦克的综合性能、坦克的生产数量、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后世坦克发展的影响来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坦克居如此显赫的地位。可以无愧地说， T-34坦克竖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在一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发起者是一个老头，是他独自一人袭击了德国的指挥部。他端起自己家里的双管猎枪，从稻草堆里取出了2枚子弹，装在了枪里。接着他走向了村子里的德国指挥部。几个被埋在土里的人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惊恐地摇头，希望可以阻止老头，但是没有用。老头径直来到了德国人的面前，2发子弹每一发都带走了一个德国人。随后那些德国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再次丢出了1枚手榴弹。当手榴弹在德国人中间炸开的时候，那些德国人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晚了。这个时候，村子里面出现了许多的苏联游击队，他们毫不留情地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收割着德国人的生命。德国人知道可能会有游击队的队员过来袭击，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会是一个老头开始了这场战斗的大幕。几天以前，他们占领了这个村子，当时有人反抗，可是他们很明显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很多年轻人被埋在了土地里面，只留下了一个头颅在地面上。很多人坚持不住，就此死去了。而面对自己这样的暴行，这个老头都没有敢反抗，最多只是在打水的时候悄悄给那些埋在土里的人泼一些水，让他们尽可能的活下去。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老头打完水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一具衣衫不整的尸体，那是他的女儿。老头哭着给自己的女儿整理一下遗物，随后就回到了家里，拿出了自己许久未用的猎枪。他忍气吞声，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自己的家人吗？现在自己的家人都已经遭到了德国人的毒手，自己还忍着干什么呢？村子里的游击队和德国人激烈的交火，子弹横飞，那些被埋在地里的男人们惊恐的大叫。老头在这之前给他们附近放了一块挡板，试图给他们遮挡一下子弹，但是在这样混乱的场面中，这块挡板显得并没有什么用处。事实上，老头很早就知道游击队在村子里的消息。就在昨天晚上，大雨临盆的夜晚，他想去仓库里拿一些东西，可是却发现了在自己家仓库里面躲避大雨的游击队员。老头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希望，
自己的村子被德国人占领了很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村子里面无恶不作，男人们不是被屠杀，就是被埋在地里面等死，而年轻的女人们很多都被德国人带到了他们军营附近，供这些德国人享乐。当然，他自己的女儿是安全的，因为老头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德国人需要一个人来管理村子，所以暂时没有动老头家里的人。老头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和这群游击队员交代德国人情况的时候，一队德国人闯入了他女儿的家里，家里的男人早已经被德国人带走了。这次来，德国人本来也是要来避雨的，但是当他们看到了屋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的时候，兽性大发，当即在客厅里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女人大声的尖叫呼救，但是遗憾的是，不可能有人来救她。而德国人没有发现的是，就在木屋的一个破布后面，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们，那是一个孩子的眼睛，是这个女人的孩子。她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侮辱，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在她的心里，对德国人的仇恨在疯狂的滋长。德国人也不会想到，就是自己的暴行让那个老头提前发难，袭击了他们。村子里面的混乱很快就引起了外面德国人的注意。两个德国狙击手刚从外面来，可是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枚手榴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周围，村口的火力点就这么被摧毁了。这群突然出现的人就是前段时间在海滩上抢滩登陆的人。他们登上了海滩之后，上级很快就下达了新的命令。虽然他们登陆了海滩，但是并没有全歼海滩上的德国士兵，有一部分德国士兵已经向着更深处的内陆开始逃窜，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去追击一股逃窜的德国士兵，给他们后续的部队打开一条通道。于是带着这个使命，这个小队出发了。他们在距离海滩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辆被炸毁的德国军车，经过一番仔细的搜索之后，这辆车的附近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山头之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德国人的阵地，上面好像还有重武器，如果自己就这么贸然的出击，恐怕会有极大的伤亡，这让他们很是头疼。上级的命令是追击那些敌人，但是现在敌人的一个小据点就把他们拦住了，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不久之后，那个据点里面的德国士兵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几个德国士兵互相搀扶着向着这个据点走了过来，据点里的德国士兵大喊着不要靠近，但是那几个士兵却好像是听不懂一样，径直走了过来。而据点里的德国人瞬间紧张了起来，他们举起了手中的枪想要射击，但是没想到从周围的草丛里钻出了不少苏联士兵，很快就制服了他们。不是德国人不努力防守，实在是跑过来的苏联士兵太多了，而他们也被前面的几个德国士兵吸引了注意力。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计谋。在看到了这个据点之后，苏联追击小队中的一个士兵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在这里一共有4个德国士兵的尸体，军装基本都是完整的，于是他们就派出了4个士兵换上了德国人的衣服，去前面吸引德国人的注意力，而后面的人则在这4个人的掩护下从一边的山坡上悄悄地靠近。果然这个计划成功了，他们成功地占据了这个德国人的据点，并且没有一丁点的伤亡。不过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并没有杀死这些德国人。从这些德国人的口中，他们也得到了新的情报，在距离这个据点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据点，那里有不少德国人，这也是麻烦，如果硬攻的话，他们面对有火炮的德国人很难取得成绩。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在这个据点中找到了一些迫击炮之后，他们开始准备突袭德国人，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取胜的办法。果然在那些德国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攻击是最好的选择。一轮迫击炮的轰炸之后，他们架起了10几挺机枪，对着德国人的阵地就是一阵疯狂的扫射。德国人试图反击，但是失败了，他们的营地本来就是在低洼地，这些苏联士兵居高临下，打击他们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子弹横飞，炮火不断的场景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德国人就被全灭了。可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那些苏联士兵还是忍不住自责，因为就在距离德国营地的不远处有一群苏联战俘的尸体，很明显他们被杀死没多久，如果他们可以早来一会儿，说不定就可以救下自己的同胞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天晚上，他们在德国人的营地中计划接下来的行动，在有德国人地图的情况下，他们的任务就轻松了许多。他们很快就循着德国人地图的标记开始继续向着内陆推进。不过在出发的时候，他们的队伍中多了几个人，那是德国的俘虏。带着这些德国俘虏，他们觉得可能会安全一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他们行进的途中，一名战士就不幸踩到了地雷，他大喊着让所有人退出这片区域，这是雷区。一旁的几名战士想要去拆除地雷，但是太晚了，周围传来的飞机的轰鸣声，那是德国人的飞机，他们必须回到树林里隐蔽。而一个俘虏却在这个时候跑到了空地上大喊大叫，试图引起飞机的注意。看着那个俘虏踩到了地雷的战士决定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一声枪响之后，俘虏被他击毙了。下一秒，这个战士松开了踩在地雷上的那只脚，又牺牲爆炸，这个战士死了。
飞机并没有发现他们，愤怒的士兵们也将剩下的2个俘虏顶在了前面，剩下的人大踏步的开始前进。他们顺利的通过了雷区，但是在翻越一座山岗的时候，被2个埋伏在这里的德国狙击手发现了。他们已经悄悄的瞄准了这个苏联小队。一声枪响之后，苏联指挥官旁边的一个士兵应声倒地，临死前他的手里拿着指挥官的军帽。德国的狙击手在瞄准镜里看到了这个士兵手中的军帽，以为他就是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所以他就成了首要的狙击目标。但是德国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只是刚才指挥官的帽子掉了，这个战士帮忙捡了起来，正要递给指挥官的。这一枪正好提醒了他们附近有狙击手，苏联小队迅速开始反击，但是还是死去了几名战士，而那2个德国狙击手也因为这支苏联小队的人数过多而选择暂时性撤退。这2个德国狙击手一定没有想到，他们的撤离会给自己的大部队带来多大的灾难。苏联的攻击小队一路跟着狙击手留下的蛛丝马迹，悄悄地来到了这座村庄。他们也感知了里面的混乱，于是一个战士掏出手榴弹，直接扔出了几十米的距离，炸掉了德国人的村口火力点。一时间德国人慌乱了起来，在村子里游击队正在和他们激烈的交火。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村寨地形，他们完全不是游击队的对手，每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游击队的火力点。他们希望村子外围的士兵可以过来帮助自己，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村子外围的士兵也在期待他们的帮助，因为这些苏联士兵实在是太猛了。终于在里外夹击的情况下，德国士兵大溃败，他们试图逃走，但是很明显，那些苏联的士兵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战斗结束之后，村子里的游击队十分的激动，他们在敌后的区域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等待苏联士兵的支援。今天总算是等到了，他们激动地抱在一起，相拥而泣。这次他们大获全胜，就连那些德国的俘虏也有了安置的地方，自己的兵力还变相的增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着实值得高兴，但是因为这次的决斗，村子里也死去了不少人。不过当他们知道德国人已经被击败之后，还是十分的振奋。当然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那个目睹了自己母亲被侮辱的小孩子。他看着那些被绑在栏杆上的德国人，再也遏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拿起一把手枪就击毙了好几名俘虏。如果不是那些苏联士兵及时的阻止了他，恐怕这些德国的俘虏一个都不会剩下。看着一个个对他们怒目而视的村民，剩下的那个德国军官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苏联小队和游击队员汇合之后，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根据他们上级的命令，他们要继续向着深处推进，所以在一夜的休整之后，他们告别了自己死去的战友，整理了德国人剩下的武器，便再一次出发了。经过了长时间的跋涉，他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目标小城，这里驻扎着一部分德国的军队，他们有更多的重型武器，攻坚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就在这些苏联士兵头疼的时候，事情再一次出现了转机。这里的游击队员已经在这个小城的周围悄悄地布下了很多炸药，但是因为自己的兵力薄弱，所以一直没有引爆。这给了这支小队一个惊喜，只要引爆了这些炸药，他们就有机会发起袭击。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起爆键，一时间爆炸声响彻了整个小镇，那些坚固的工事几乎在瞬间就已经完蛋了。而这声爆炸就像是冲锋号一样，隐藏在树林里的苏联士兵蜂拥而出，边冲锋边开枪，只要将这场攻坚战转变为巷战，他们就还有优势。果然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已经攻入了城内，并且占据了一席之地。接下来他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占领这座城市了。战斗在第二天的拂晓打响了，一个苏军的小队试图潜入敌人的占领区域，但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制高点，他们轻而易举开始猎杀着苏联的士兵，但是苏联士兵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们丝毫不担心自己的生命，一点点的向前推进，给予了德国人巨大的压力，而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干掉那个高处的德国人哨点，他们的战友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没有掩护，他们甚至凭借手雷炸起的烟雾前进，城中到处充满了杀戮。最终还是一个士兵凭借自己惊人的臂力和战友的掩护，将一枚手雷扔了过去，摧毁了这个火力点。可是遗憾的是，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和一座小城的德国士兵战斗无疑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通过电台，他们知道敌人的增援即将到达，而他们也不得不撤离这座小城。他们死了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仍然是撤退。作为苏联卫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登陆作战，虽然最终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他们还是给予了法西斯沉重的打击，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人的秘密武器到底有多少，我们甚至到现在为止都无从得知。但是在提及苏联的时候，有一种武器我们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铁甲列车。这种武器可以说是集中了苏联所有的特色，强大的火力、厚实的装甲，以及在当时无可匹敌的动力系统，都让这个大家伙浑身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一处铁路站点的附近，有一个苏联人的火炮基地，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不远处的铁路站点的安全。但是就在他们整修阵地的时候，一群身穿苏联军服的人却走了过来。他们声称苏联已经战败，德国人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已经跑路了，他们完蛋了，现在应该跟着德国人一起屠杀犹太人去。面对这样的言论，这里的军官很明显不会相信，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枪，要求这些士兵尽快离开这里，否则就不客气了。双方的冲突简直一触即发，但是就在下一秒，一发子弹击中了那名苏联军官，于是本来就紧张的双方就像两个火药桶一样瞬间炸开，两方人马很快就混战在了一起。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在不远处的树林中，一群德国人正在看着他们。刚才的那一枪也是那些德国人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鹬蚌相争，而自己渔翁得利。看着两方人马打得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德国人拿出了自己的机枪，对着两边人马交战的地方一通扫射。很快这两拨人就全军覆没了，而他们则从暗处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处理了这里的战场之后，他们换上了苏联的军服。这支德国小队在这里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獠牙，而他们的计划此时也全面的发动了。在一座大桥附近，一个苏军的战士正在这里钓鱼，但是不远处走来了3个人，看上去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并且其中一个还负了伤，一看就是刚刚和敌人交过手的样子。这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送到后方去，必须通过这座桥。这句话让负责守桥的士兵犹豫了一下，上级交代过没有命令不得放任何人过桥，但是看着这几个人的样子似乎是真的有情报，万一耽误了怎么办呢？经过一番天人交战，这个士兵决定还是让这几个人先过去再说，毕竟自己也看过了他们的证件，没有问题。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飞来了大批的德国飞机，所有人都慌了。可是趁着这个功夫，那3个要过桥的士兵却接连干掉了好几个守桥的士兵，甚至还阻断了大桥的爆破索。飞机上的德国士兵在不停地从天上扫射，不少士兵死于非命。剩下的士兵虽然紧急进入了阵地进行作战，但是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的高射机炮刚刚击毁一架德国人的飞机，德国人的机枪就扫了过来，就连那些隐蔽的暗哨在这个时候也被那个假扮成苏联军官的德国士兵清理干净。德国的飞机在不停地降落，而每一架飞机的降落都意味着更多的德国士兵加入了战场。而在不远处的丛林中，德国人的迫击炮弹也是接连打出，在桥头的阵地上炸开了花。这里的守卫部队在不停的反击，可是他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将自己这里的情况告诉总部，接下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这件事在苏联的指挥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这个阵地上一旦德国人控制了那座铁桥，就等于说是切断了自己撤退的道路。如果这个时候正面的德国人再次发动进攻，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长的时间，大概率会被围歼。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撤离这个区域，但是如果想要逃出去，那座铁桥就是唯一的出路，而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动铁甲列车，依靠铁甲列车强大的战斗力突出重围。于是上级紧急的下达了命令，启用在这个地区隐藏的铁甲列车，随时准备突围。随着命令的下达，铁甲列车使出了密离，这是苏联的秘密武器之一，苏联引以为傲的钢铁巨兽。在这个大家伙上，苏联装备了大炮、重机枪、轻机枪等各种各样的武器，厚实的铁甲几乎可以阻断所有射向它的子弹和炮弹，和火车一样强大的动力让它几乎无法阻挡。它可以沿着铁轨四处行动，支援友军，痛击敌军。如果说缺点的话，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只能沿着铁轨行动。在多年的战斗中，德国人也知道这件事，他们也担心苏联人用铁甲列车这样的武器冲出来，这样的话他们是无法阻挡的。于是一个德国军官装扮成了苏联军官，准备到苏联阵地的腹地中去。这个时候恰巧有一辆苏联火车经过铁桥，上面也有不少苏联的士兵，他们还不知道铁桥已经被占领的消息。而那些换好了苏军衣服的德国士兵也在上级的安排下，在铁桥的旁边对着这一列火车挥手致意，嘴里还大喊着击垮德国人这样的口号。而那个假冒的苏联军官也顺利地扒上了火车，踏上了前往苏联腹地的路。这么危险的举动，他的战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在这列火车上，除了苏联的士兵以外，还有几个特殊的乘客，他们都是要被送到后方的罪犯，其中有混混小赵，有不苟言笑的男人老钱，穿着军装却一脸痞子样的兵痞小孙。他们一路从车上打到了车下，幸亏是车子到站了，不然那些军官估计会把他们认为是畏罪潜逃的人，要枪决他们呢。不过暂时没有人去管这几个罪犯，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在大桥上擅自上车的德国间谍。但是那个德国间谍也是一张伶牙俐嘴的，很快就取得了这些人的信任。
而危险已经悄悄的来临。就在这些士兵还在悠哉悠哉的休整的时候，远处他们的火炮阵地却向着车站开了火。在火车上还侃侃而谈的苏联军官大声的嘶吼，希望可以有人听他的话。但是很遗憾，当一枚炸弹在他眼前炸开之后，他脸上全都是鲜血。他的面前一个士兵被炸成了2截，这样巨大的冲击力让这个军官彻底痴呆了。和他们截然相反的是，老钱那几个罪犯，他们从容不迫地开动了火车，在敌人的炮火中逃离了出去。不过一直不说什么话的老钱很快就让驾驶员老李停下了火车，他们已经脱离了火炮打击范围了，现在他要自己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自己人为什么会打自己人。小赵和小孙也跟着老钱一起去了，他们都是苏联人，虽然他们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在抵御外敌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整体。等他们悄悄摸过去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说的都是德语，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是德国人悄悄地占领了这个阵地，为了能快速解决这场战斗，小孙拿过了老钱手里的步枪，德国人那里只有一发燃烧弹，击中了燃烧弹才能一下干掉这些德国人，而自己是有这个信心的。看着小孙认真的样子，老钱把枪给了他，果然小孙不负众望，一声枪响之后，德国人的阵地上响起了一声爆炸，随后成为了一片火海，这个阵地很快就被摧毁了，而车站也短暂的恢复了平静，上级很快就赶到了这里。而那个伪装的德国军官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取得了上级的信任，反而是那个被溅了一脸血的苏联军官，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败仗，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面对上级的询问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自己为了自己一颗子弹自尽了。而老钱等几人准备带着自己的火车头离开的时候，燃料却没有了，无奈之下他们下了火车准备步行前往，但是铁甲列车的士兵却赶到了这里，逮捕了他们几人。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被关进了铁甲列车中，老钱作为其中最稳重的一个，点名要见这些人的长官，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可是那些审讯人员很明显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转手就把他们关了起来。而另一边，在获取了这里军官的信任之后，那个德国人得到了很多的情报，上级给了他一个任务，但是在开车的途中，他还一直试探和他一起进行任务的2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之类的。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在那2人看来简直就是可笑至极。不过当这个德国军官确认自己的身份安全以后，立刻就开枪击毙了开车的战士，然后对着那个自大的军官就是一顿打。在这样的威胁下，这个苏联军官很快就投降了。随后这个叛变分子以苏联长官的名义命令所有铁甲战车上的人下车集合，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之前从来没有过。可是虽然疑惑，毕竟这是上级的命令，停靠在车站的铁甲列车旁边很快就站满了从车上下来的士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车站周围的卡车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德国人的机枪手，对着这些士兵疯狂的扫射，转眼之间大批的苏联士兵就这么倒下了。而在铁甲列车的禁闭室中的老钱，他们自然也是看到了这一幕，所有人都吓坏了。为了避免自己死在这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混混小张终于是凭借自己的祖传手艺打开了禁闭室的大门，而那些巡逻的德国人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悄悄从车上下来的老钱等人。空无一人的铁甲列车突然开动了起来，这吓坏了德国人，却给了那个苏联叛徒一个惊喜。他什么都没有说，撞破了窗户，顶着德国人的子弹冲上了铁甲列车。明明自己已经杀光了铁甲列车上的人，可是这辆列车居然还能跑，难道有鬼吗？当然没有，是老钱他们，有驾驶员老李在，不愁列车无法开动。经过一夜的行驶，铁甲列车终于是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时候，老钱总算是看清楚了那个叛变的军官是谁，就是曾经将他屈打成招的那个军官冤家路窄。两人居然在这里遇见了。而面对叛徒和自己曾经的仇人，老钱没有丝毫的手软，将这个军官带到丛林里枪决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问清楚了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毕竟他是一个要为祖国做贡献的人。处理了叛徒之后，他们驾驶着铁甲列车到了一处德国人占领的车站，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被德国人俘虏的苏联军人，而因为兵力的原因，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留下很多人手。而铁甲列车这一来，小孙拿着机枪对外面一通扫射，同时配上交枪不杀的喊话，为数不多的德国士兵很快就举手投降了。而那些被压迫了许久的苏联士兵自然也是一窝蜂的开始反抗，那些个德国士兵都被打下来了，战斗很快就解决了。而在老钱说了自己的计划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也加入了进来。虽然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有污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苏联大部队方面，他们没有任何的重型装备，甚至连子弹都已经不多了。现在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铁甲列车了。如果铁甲列车不能及时赶到，他们将毫无突破的希望。而老钱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也准备出发了。
德国间谍带领的队伍则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甚至已经埋伏在了铁甲列车附近的树林中。如果不是2个擅自脱离队伍的苏联战士撞破了他们的埋伏，恐怕就出大问题了。不过既然发现了这些人，凭借铁甲列车强大的火力，这些人根本没能接近铁甲列车，只能看着老钱他们扬长而去。但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那个德国间谍还是混到了铁甲列车上，并且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老钱也在他的建议下将列车停在了一处水泥场中。或许是因为对这样计划的不满，或许是不想送死，几名苏联士兵密谋逃走，但是被德国间谍发现了。3言2语之下，这些人就被忽悠成了投敌者。1夜的时间足够间谍将情报传出去了。德国人的飞机在清晨时分开始了轰炸，但是碍于铁甲列车的强悍防御力，老钱他们还是逃走了。而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老钱发现了不对劲儿，他似乎已经发现了间谍的身份，于是告诉驾驶员老李，无论如何不要停下火车。果然，老钱的预料是没错的，间谍很快就开始了行动。他刺中了车顶放哨的混混小赵，而他的几个同伙也在车厢里大开杀戒，杀死了许多士兵。这个时候，老钱也开始了反击。就在他即将控制住局面的时候，间谍却来了一次突袭。如果不是重伤的小赵及时赶到，恐怕他就交代在这里了。而他也在扭打中和间谍一起滚落下了火车，而列车上剩下的叛徒也被小孙全部解决。终于在前方的红军战士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突围之后，铁甲列车及时赶到了这里。有了铁甲列车的守护，突围的战士们士气大增，一鼓作气冲破了德国人的防线。至于那个间谍，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被干掉了。老钱一路追着他到了一个农庄里，在那里无处可逃的间谍终于是被老钱用棍棒打死了。一辆苏联的火车以为自己和以往一样平静地行驶在铁轨上，但是就在一个弯道过后，一个双手被绑缚的男人出现在了司机的视野里，列车很快就停下了。因为车长认了出来，这个人是一个苏联军官，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现在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需要先把这个军官救下来再说。可是他们刚刚一露头，枪声就从四周响起了，这是一个陷阱，他们只要去救那个军官，敌人就会攻击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去救，那么除非杀死这个军官，否则他们就会被堵在这里。在不知道敌人规模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于是一名军官喝退了那些想要看热闹的人，自己一个人悄悄地靠近了那个被绑着的军官。他即将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这个军官命令火车司机跟随他的命令启动火车，而他准备在火车即将碰到那个军官的时候，用自己的枪打断绑在手腕上的绳子，这样既可以放了军官，又可以让火车为他们提供完美的掩护。随着蒸汽冒出来，火车启动了，而那名军官也在自己计算好的时间里打断了绳子。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那个被绑着的士兵已经筋疲力竭了，并且就在他手上的绳子被打断的时候，那群伏击他们的敌人还在他的腿上开了一枪。可是他就要这样死去了吗？并没有，那个打断了绳子的军官在千钧一发之际抱着他滚下了铁路。他们安全了。伏击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区域的原住民波兰人。没错，这个区域是波兰，这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波兰人为什么会袭击他们呢？没人知道，除了波兰人自己。这个打断了绳子的苏联军人叫波洛夫，他是一个在军中小有名气的神枪手，而这一次他是被分配到这里的。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那是一个波兰人，名字叫汉娜。虽然他们的阵营不同，但是他们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爱意。不过这份炙热的爱意他们也只能埋藏在心底，因为他们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波洛夫很快就到了自己的营地，而那个波兰女人汉娜也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汉娜很快就听到了一阵喧闹的声音，那是自己祖父的声音。他带着一大批人从外面回来了，正在手忙脚乱地藏起自己的枪支。汉娜似乎明白了，袭击那一辆列车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祖父，毕竟自己的祖父并不喜欢苏联人，他一直以来都把苏联人视为恶魔。苏联的军营中，士兵们正在讨论着女人，他们一直都认为这里的波兰女人十分的轻浮，所以虽然这些姑娘很好看，但是他们却并不想和她们交往，反而是自己军营中那些俄罗斯姑娘十分合他们的胃口。可就在他们讨论的正欢乐的时候，突然一个叫鲁斯的士兵说话了。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不应该这么去讨论那些姑娘们。而周围的士兵们面对鲁斯的一番话，不仅没有在意，还调戏起了这个男人。他们都知道鲁斯喜欢队长的女儿，而这也正是他们调戏鲁斯最好的话题。或许是这一次他们做得太过火了，鲁斯非常的生气，和另一个士兵打了起来。但是很明显，鲁斯不是那个士兵的对手，接连2次他都被打倒在地。可是恰恰这个时候，队长的女儿出现了，她或许是想要鲁斯冷静下来，
也可能想缓和一下气氛，所以在泼了鲁斯一桶水之后，他希望鲁斯可以为他跳一支舞。遗憾的是，他并不懂男人。鲁斯作为一个男人，如果这个时候听他的话，那么之后都会成为所有战友的笑柄。所以鲁斯愤怒地拒绝了。但是鲁斯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的拒绝将会成为他后悔终生的一件事。在波洛夫的命令下，那名和鲁斯打架的男人也离开了。而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以后，波洛夫急匆匆地离开了军营。他已经和汉娜约好了在附近的风车阁楼里幽会。但是就在两人一番缠绵之后，准备分别的时候，汉娜交给了波洛夫一个项链。她告诉波洛夫，这个项链会一直守护着他的。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作为一名苏联战士的波洛夫显然是不会相信的。可即使是这样，他依旧把项链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波洛夫喜欢一个波兰女人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这一次，司令兵却开着摩托车急急忙忙地找到了他。德国人冲破了他们的防线，他们必须迅速开始准备对德国人进行反击。就在彻夜侦查的时候，却发现德国人这一次并不是在挑衅，天上有德国人的飞机，水里有德国人的皮划艇，他们这是开始全面进攻了。虽然波洛夫发现了这件事，但是他们的兵力太少了，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挑衅，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在这里防御。而最终在德国人的猛烈进攻下逃脱的，仅仅只有包括波洛夫和鲁斯在内的3个人。他们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阵地，但是他们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德国人的闪电战毕竟不是盖的。而就在一处高台上，他们发现了一些正在举行仪式的德国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随时击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开枪，自己也就没命了。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德国人的狗突然叫了起来，这引起了德国军官的注意，狗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而闻到了气味的军犬撒开腿就追了上来，或许是没料到德国人还有这一手，没来得及跑远的他们很快就被一只军犬咬住了。如果不是其他2名战友帮忙，或许这个士兵就交代在这里了。为了躲避德国人的追踪，他们根本顾不上处理伤口，就踏进了河里。不然的话，在丛林中，他们根本无法躲开狗的追踪。一路上，他们见到了许多死去的战友，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安葬这些战友。如果说他们能做什么的话，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躲起来为他们复仇了。在那个曾经和汉娜幽会的阁楼那里，他们简单的处理了自己的伤口之后，就向着自己营地的方向赶去了。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找到大部队，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和德国人作战。和这些匆匆忙忙寻找自己队伍的苏联军人不一样，这里的波兰居民还是很惬意的，尤其是那个曾经组织人手袭击火车的老头，也就是汉娜的祖父。对于德国人的到来，他还是相当开心的，因为他觉得这片土地本来就是德国人的，现在德国人只不过是拿回了自己的东西而已。非常重要的一点，德国人并没有杀了他们的亲人朋友。不过在这一点上，汉娜和他起了争执，毕竟汉娜喜欢的人就是一个苏联军官，而此刻汉娜所喜欢的苏联士兵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连队。可是映入眼帘的，除了尸体，就只剩下破败的营地。他们根本来不及感慨，德国人的汽车就开了过来。此时逃走已经来不及了，波洛夫3人只能趴在地上装起了死尸。德国人的车队很快就在他们附近停了下来，但是下车的人中却有一个人拿着摄像机，他是一名德国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当他听说了这里正在打仗的时候，就赶了过来。按理说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被允许，但是他是这里德国军队的首长的哥哥，而有了这个特权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拍摄。而这一次德国人的到来，就是为了让他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着满地的尸体，这个德国的导演满意极了，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而地上的3个人却一动也不敢动，即使是身上的衣服即将被德国军官扔下的烟头所引燃，他们也坚持了下来。可是就在德国人想要离开的时候，鲁斯突然坐了起来，所有的德国士兵都警戒了起来，准备杀死这个人，但是却被导演阻止了。他看到了鲁斯的绝望，而这正是他想要的。而鲁斯绝望的原因，就是在他趴下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自己一直喜欢着的队长的女儿就惨死在自己的面前。巨大的悲痛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跪下亲吻了心上人的手，然后痛苦地跳起了舞蹈，因为那是自己心上人的最后一个愿望。而在舞蹈的最后，他拿起了一把刀，想要杀死这个导演，但是被德国军官一枪击毙了。有了这次的意外，拍摄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剩下的德国士兵却开始打扫起了战场。他不希望这里还有活着的苏联士兵。而地上的波洛夫和另一名士兵也趁着一名重伤员的掩护，袭击了准备开枪射击他们的苏联士兵，跑进了茂密的丛林里。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敌人追得落荒而逃。和波洛夫一起逃走的士兵叫米路哈，也是一个射击高手。而此刻2个苏军的精英却像是2个普通人一样，为了自己能活下来而感到高兴。他们的司令部已经没了，如今只能依靠他们。或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隐蔽的地点都被德国人找到了呢？来不及仔细考虑，他们就遇到了2个德国的通讯兵。
他们是来修理刚刚被波洛夫他们破坏掉的通讯线路的。为了不暴露自己，同时削弱敌人的力量，波洛夫和米卢哈两个人埋伏起来干掉了这两个德国的通讯兵。而在这缴获的物资里，他们终于是找到了一些食物，这或许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了。但是吃过了东西之后，波洛夫想要去见一见那个自己喜欢的女孩，他不想和鲁斯一样。可是当他找到汉娜的家的时候，不仅没有见到汉娜，反而被汉娜的祖父赶走了。汉娜的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杀死的，所以他非常痛恨这些俄罗斯人。不过看在自己孙女的份上，他并没有杀死波洛夫。可是就在离开的路上，波洛夫遇到了一群德国士兵，毫无疑问他被捕了。而以为自己再也无法见到汉娜的他，却在几分钟后见到了汉娜。因为这伙德国人的头目正在汉娜家门口邀请汉娜和她的祖父改天一起用餐。原因也很简单，汉娜的祖父曾经是一名工程师，而德国人需要工程师。汉娜和波洛夫都看到了对方，但是他们却只能远远地看着对方。波洛夫很快就被送往了战俘营里，在这里他见到了一批苏联的俘虏，不过有一些人很特殊，他们被德国人保护着。而看到这群人的时候，波洛夫已经明白了，隐秘的司令部之所以被铲除，一定是这些人告的密，他们是奸细。可是应该怎么报复他们呢？就在波洛夫思考的时候，机会来了。因为那个德国导演还差一些片段没有完成拍摄，所以那些人被换上了德军的服装，和波洛夫他们作战。本来就是相互看不顺眼的两拨人，波洛夫他们根本没有留情，而趁着这个机会，波洛夫甚至杀死了那个导演。而一直埋伏在附近的米路哈也配合的开始攻击那些德国人。趁着营地的混乱，波洛夫逃走了。虽然德国人追了上来，但是并没有击杀他。死里逃生的波洛夫来到了和汉娜约会的那个小楼，而汉娜也见到了波洛夫给自己留下的记号。在给波洛夫带来了一些食物之后，波洛夫决定留下汉娜，独自离开。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的他是无法保护汉娜的，而他的职责就是攻击德国人，保护自己的家园。在一块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的阵地上，波洛夫搞到了一门勉强还可以使用的大炮，打了那些路过的德国人一个出其不意。而他的攻击使得那些德国军官意识到还有苏联士兵活着，而凭借这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波洛夫抢到了一车炸药，然后再一次消失在了德国人的视野中。看着茂密的丛林，德国人也有些犯难，可以说他们根本无处寻找波洛夫的踪迹。而汉娜此时则在自己祖父的催促下，一起前往德国人的指挥部准备赴宴。可意外的是，这一次心情不好的德国指挥官只让汉娜一个人进去了，这让汉娜的祖父有些担心。他不明白自己一直支持的德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而随后的一声枪响，以及失魂落魄走出来的汉娜，更是使得他的信念出现了动摇。或许德国人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为了守卫自己的国境线，波洛夫凭借一个人的努力炸毁了水力发电站，并且在德国人追查的时候，他一个人俘虏了那些曾经背叛了祖国的苏联士兵，并且让他们光着屁股回到了营地。毫无疑问，这就是在挑衅。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那些德国人，苏联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依旧在反抗。不巧的是，这一幕刚好被德国人的长官发现，对手有这样有损颜面的事情，他们必须制止。所以大批的德国人进入了密林，带着警犬追踪波洛夫的踪迹。而波洛夫为了躲避警犬，从悬崖一跃而下，跳入了水中。虽然暂时躲过了德国人的追击，但是波洛夫的大腿也受了重伤，重伤昏迷的他被一个村民捡了回来。而听到消息的汉娜也赶了过来，他央求自己的祖父救救波洛夫。架不住汉娜的苦苦哀求，祖父同意了。他把重伤的波洛夫放在了满是干草的马车上，而在面对德国人的搜查的时候，他也没有露怯，就这样蒙混了过去。可是德国人也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了事情不对劲，带着大批的人马就追了上来。而这一次，汉娜的祖父也终于看清了德国人的真面目。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女，汉娜的祖父死去了，汉娜被带了回去，而波洛夫则被关在谷仓。德国人残忍地点燃了谷仓，想要烧死波洛夫，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在谷仓的下面有一个暗格。虽然谷仓化为一片灰烬，但是波洛夫却活了下来。而活下来的波洛夫就像一头野兽，找到机会之后就残忍地扑向了一辆德国卡车，残忍地杀死了车上的德国人，随后驾驶这辆卡车一个人冲进了德国人的指挥部。这里囤积的大量汽油被引燃，愤怒的德国军官抓住了机会，想要杀死波洛夫。但是遗憾的是，波洛夫还是逃走了。德国人的营地也在汽油的爆炸中彻底被摧毁。而波洛夫之所以逃走，并不是因为他胆怯了，而是他要去拯救自己心爱的汉娜。而他告诉汉娜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会继续爱你的。曾经作为一个苏联人的他并不相信死后的世界，即使当时汉娜非常想要他说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如今这句话终于说出了口，可是这句话说过了之后，波洛夫却不在了。作为一个士兵，他恪尽职守，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国土。作为一个爱人，他同样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值得尊敬。为了阻击德国人进入斯大林格勒，苏联人拼死抵抗。
就在斯大林格勒前方的顿河河岸，一个苏联的阻击团队为了阻挡德国人的进攻，但是最终1000人只活下了27人。1942年，德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蓝色闪电计划，他们要用自己最为擅长的闪电战击溃苏联的防线，进入斯大林格勒。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要越过一条河流，这条河流的名字叫做顿河。苏联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无法守住顿河防线，那么德军将会长驱直入的进入斯大林格勒，他们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德国人的攻击实在是太强了，他们不得已一直向后方撤退，这一撤就到了顿河的河岸。可是这些战士也很愤怒，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还没有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过仗，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退到哪里去，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防线了，他们无处可去。但是愤怒也是要休息的，几个士兵借着河流的因素抓了一大袋子的小龙虾，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调料呀。为了能吃上一口好东西，一个士兵自告奋勇的去附近的村庄里准备借点盐和其他的调味料，但是来到了老乡家里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他刚一开口说自己要借点盐和锅，那个老妇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一群胆小鬼，不要说盐和锅了，就是大粪都不给你。这骂的那个士兵一头雾水，自己到底干嘛了这么遭人恨。可是还没等他问，老妇人接着就说了起来，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天天的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撤退，德国人来了打都不打就往回跑，这是一个当兵的该干的事情吗？但是这也不怪那个老妇人，她也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她自己的3个儿子和自己的女婿都去当兵了，现在一个都没有回来。要是他自己的儿子敢这么撤退回来，自己非要拿着棍子把他们的腿打折。他看这个士兵是个外人，已经够客气了，他希望这些士兵可以好好的履行他们的职责，将那些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土地，不要让他的母亲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这番话说的这个士兵是哑口无言，他转身悻悻的准备离去，可是老妇人却叫住了他，随后递给了他一个桶和一碗盐。人民对于军人从来都没有恶意，虽然有时候嘴上说的话比较毒，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好的。带着盐和桶回到了部队之后，这个士兵立刻就开始吹嘘，说自己一到那里，老妇人就拉着他要留他吃饭，而自己极力的拒绝，说自己不能抛下自己的战友，所以就带着盐巴和桶子回来了。但是眼看小龙虾就要煮熟了，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紧急集合的声音将他们从小龙虾的身边拉开了。上级来了新的命令，他们要在村子的背面坡地上构筑一个阵地，阻挡敌人的攻击，一直到他们的援军到达。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之前他们已经在战斗中损失到了不少的人，现在他依旧缺衣少食，可是为了维护自己团队的荣誉，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拼。在军队中，荣誉都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无论他们是苏联战士还是解放军，这一点都是不会变的。军人的荣誉高于一切，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势必达成。他们很快就在预备的阵地上构筑工事了，但是在这里构筑工事的难度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这里的碎石太多了，每一铁锹下去挖出来的土是极其有限的。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们还在为挖掘犯愁的时候，一架飞机从远处呼啸而来，那是德国人的飞机。在看到这一架飞机的时候，很多人就明白事情不妙了，德国人的大部队肯定已经在这附近了。这架飞机盘旋了1周之后，向着地面射出了一串子弹就离开了，并没有过多的停留。但是这更加让老兵们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德国人的大部队就在附近，并且很快就要来了。他们挖掘工事的进度在不断的加快，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现在战争影片的差距。最起码在他们挖掘的散兵坑中是有弹药坑的，而我们只有一个洞而已。国产的影视剧仍需努力呀！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散兵坑和其他的工事终于赶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完成了。可是还没等他们喘一口气，远处的地平线上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黑点，那是德国人的坦克，后面大批的步兵也在坦克的掩护下快速推进，双方的交火很快就开始了。苏联方面虽然没有什么重武器，但是他们的反坦克狙击枪是专门为了对付德国人的坦克所研制的，所以对付德国人的坦克也是相当的有效。德国人的炮火虽然密集，但是随着坦克一辆接一辆的被苏联士兵击毁，德国人也终于是怂了。他们依赖的坦克远处有反坦克狙击枪的攻击，好不容易靠近了，还有苏联人的反坦克手雷招呼，这仗怎么打？终于
在他们的最后一辆坦克也被摧毁了以后，德国人撤退了。毕竟在这样一片光秃秃的山坡上，没有了坦克的掩护，自己就像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苏联的士兵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杀死他们。不过德国人的地面部队虽然撤退了，但是他们的空中力量还在，几个空中攻击编队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来到了苏联阵地的上空，又是投弹又是机枪扫射，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一片火海。有些苏联士兵想要反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有效的对空武器，所以损失惨重，不少的士兵都死在了这次的空袭中。而德国的地面部队也卷土重来，坦克又一次压了上来，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次他们依旧没有成功，他们的进攻再一次被苏联人击退了，甚至这一次他们还遭遇了本应守在阵地上的苏联士兵的追击。这一次苏联士兵难得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却是惨胜，他们的人损失的太多了。为了继续攻击下去，他们必须再一次向后方撤退，和自己的大部队会合。而这一次一撤，他们已经彻底的让出了顿河前方的草原，他们的背后就是顿河，退无可退，唯有破釜沉舟的一战。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为了迎击德国人而努力的构筑工事的时候，那个曾经去老夫人家里讨盐的士兵再一次有了鬼主意。他看到了附近有一个农场，或许在那里他可以搞到一些食物来填补一下自己空虚的肚子以及其他空虚的东西。到了农场之后，这个士兵就看到了正在装车准备离开的人们。这里本来是一个牛奶厂，但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他们想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而这个士兵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希望可以弄来一些牛奶或者奶油给自己的战友。但是当他知道这个牛奶厂的厂主是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却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外貌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停地对着那个女人动手动脚。可是就在他准备行苟且之事的时候，这个牛奶厂的男人出现了，坏了他的好事。但是那个女人也没有彻底绝了他的念想，说如果想自己的话，可以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找自己。看着提着2大桶牛奶远去的士兵，女厂长叹了一口气，她或许只是为了给这些士兵一些活下去的希望而已。在这个人比草贱的时代，有些人有了目标的话，或许会活得更久一点吧。无论如何，他还是搞到了2大桶的牛奶，就给了战友们巨大的鼓舞，一个接一个的都拿着自己的容器前来喝牛奶了。这可比自己的干粮有营养，并且好喝得多，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可是还没等他们喝完牛奶，德国人的空袭就已经来了，所有人立即进入了战斗的位置。其中一个士兵拿着自己的反坦克狙击枪击中了一架德国人的飞机，看着那架飞机冒着黑烟坠落在地上，所有人都大受鼓舞。可是这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成的事情，在对着飞机射击的时候，更多的士兵却是先一步被飞机上的机枪带走了。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他们再一次击落了一架德国战机。还没等他们高兴几分钟，更多的德国战机从远处呼啸而来，密集的投弹几乎将苏联士兵的阵地夷为平地，许多战士们都被浮土掩埋了。当他们灰头土脸的爬出浮土的时候，德国人的进攻也将再一次展开。这一次德国人的进攻依然是以步坦协同为主要的进攻手段，但是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仅仅只有反坦克狙击枪和反坦克手雷的小股部队了。这一次苏军的防守部队甚至还有火炮这样的存在，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他们的坦克也在苏联火炮一次次的轰击下不停的被摧毁。当然也有一些坦克是因为驾驶技术不好而摔下了山坡散架的。按理说德国制造不应该是这个水平的，可是它偏偏就是一副质量不太好的样子，那还能怎么办呢？虽然德国的坦克在不断的摧毁，但是还是有不少突破了火炮的防线，冲入了苏联的阵地中。一个士兵想用燃烧瓶阻止这个虎入羊群一样的德国坦克，但是德国坦克却先一步发现了他。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攻击，坦克在这个士兵所在战壕肆意而扭转碾压，想要压死这个士兵。幸亏这个士兵挖掘的战壕足够的深，虽然受了重伤，但是还是避过了一劫。德国的坦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那个重伤的士兵拼着自己最后的力气扔出了燃烧瓶。坦克虽然受了重伤，但是没有即刻停止活动，反而是一通横冲直撞后停在了一口水井边上。他们的驾驶员急急忙忙地从自己已经燃烧起来的坦克中爬了出来，而看到这一幕的士兵却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进行攻击。毕竟这个坦克兵已经失去了他的坦克，现在深陷乙方阵营的他应该俘虏了吧。可是一边的老兵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想法，反而是夺过了他手里的冲锋枪，对着那个坦克兵一通扫射。对于杀了自己战友、入侵自己土地的人，根本不需要留情，
俘虏什么的一个都不需要，需要的只是敌人的尸体。战斗仍在继续，飞机在空中呼啸，投下一枚枚炸弹。苏联人在德国人的狂轰乱炸之间艰难的生存。如今的德国人已经彻底的失去了自己的耐心，他们需要用地毯式的轰炸夷平这个阵地。如此大规模的轰炸让不少士兵都在祈求上帝的保护。可当轰炸结束后，他们依然要端起自己的枪去对抗敌人的钢铁洪流。一名士兵悄悄埋伏在一边，等待敌人的到来。可他也没有白等，在飞机坦克轮流轰炸了一次战场之后，一名德国军官带着一些士兵吹着口哨就来到了这里。一声枪响之后，那些德国人却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是一旁响起了机枪的声音。枪声惊醒了附近的战友，他也加入了进来。在机枪的扫射下，这些德国士兵很快就倒下来，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经过一轮狂轰乱炸之后，几乎已经剩不下几个人了。可是德国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上来，为了保护自己的阵地，士兵们端起自己手中的枪就冲了上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和敌人搏斗的过程中。但是当一颗炮弹炸开之后，那名带头冲锋的战士倒下来，可是德国人也没有再继续进攻。这场战严格来说是他们赢了，但是这也是惨胜，他们的兵力已经不足了。可是苏联这边的形势也十分的凄惨，1000人的团就剩下了27个战士，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自己的旗帜，旗帜不倒人就不散，他们也就依然存在。后来的战斗中，上级不是没有想过给他们补充兵员，但是他们现在连自己的食物补给都无法解决，所以也只能暂时作罢。后来那名在炮弹炸开后倒下的战士，经过一番抢救之后还是活了下来。战争的残酷就在这里，一个人拼尽全力阻挡敌人的攻击，当他自己牺牲的时候，未来的成果他就已经看不到了。可是如果他想要看到未来的成果，这种成果很有可能不会出现。牺牲永远是战争的主题，而我希望这个世界再无战争。